小玲，你变了。我是想明白了，虽然我不能改变他，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啊。只要我不追求完美，他就是完美。这话说的有道理。哎，王总，我给你倒水了。好的好的，中药。我明天就把合同给您送过去，啊。哎，好。他呀，越来越像以前的你了。大家都在变，只有你还在原地踏步。凭什么这么说啊？现在人谈恋爱谁还看年纪啊？你看那谁谁谁，那太多了。啊，你说关晓棠啊？对呀，你看人家，出手大方，嘴甜会撩，颜值也达标，还细心体贴，人给你买坚果，给你补营养，你居然拒绝他，你简直是暴殄天物。第一，那叫暴殄天物；第二，我拒绝他跟年龄没关系啊，那跟什么有关系啊？他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啊。那你想要谁啊？你不会还想要陈一鸣吧？小玲，没事，他自己刚才都说了，没事，我早就痊愈了。那就好。真的过去了。生意呢，有赚就有亏；感情呢，有得就有失。做人有高潮就有低谷，一切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。关键是下一步怎么走。那你怎么走啊？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做我自己。哎，我先走了啊，思雨姐，赶紧请你吃饭。哎，你拿点，路上拿点。好，这真的忙的连口水都没喝一口啊，来不及了。你以前啊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你倒是跟以前的芝芝越来越像啊。有花便是好时光，育儿大全。你怎么连育儿大全都看啊？做准备啊。为什么呀？没为什么，我不同意。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，我是跟你通个气。那总得有个理由吧？公司有困难，裁员很正常啊。就算裁也裁不到他头上。人家指明了要裁他。人家是谁？王总。他为什么跟芝芝过不去啊？我不知道。自从这个女人来了绿宝，破事儿就一件接着一件。哎呀，慧中，你怕他，我不怕，大不了把我也裁了。慧中，编号都记好了吧？然后那边放的时候比较方便。还有这个，一会儿记着啊，请拿轻放。哎，明白了，哥。杨哥，哎，回来了。回来好几天了。哎，那不用了。你们搬家啊？是啊，因为实验室一直没有出结果，学校想让高老师换方向，高老师不愿意，所以他就辞职了。那你们的实验？高老师把房子卖了继续做，但是现在钱花光了，学校希望我们把实验室腾出来，所以我们就只能搬家了。那你呢？我肯定跟着高老师一起走。杨哥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丢掉那份工作。不用道歉，我现在挺好的，真的。但是你跟芝芝，却走到了这一步。这件事情跟你更没关系，那都是我自己的错。杨哥，我今天来第一件事儿是跟你道歉。
第二件事儿，我还想做回电池老本行，所以来跟你讨教一下，现在电池行业最新的发展趋势。如果是这个话题的话，你应该问问高老师，他肯定看得比我更全面。但是高老师，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想法跟大家不太一样。我就是想听不一样的。思雨，王总，你一点没变啊，还跟以前一样。我想你也应该还和以前一样。高教授在吗？在。我找他有点事儿。那里边请啊。稍等一下，我继续。过不去啊！说2天办完，现在都3天了，耽误多长时间，还没办完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局在搬家，第2轮，先坐吧。高老师，高教授，您好。有什么事赶紧说。你要是不说，就赶紧走，我正忙着生气呢。我去年来找过您，您还记得吗？我记得2000万想买我60%的股份。记性真好。你这次打算出多少钱？1000万。比上次还少。哎呀，高教授，此一时彼一时嘛。2年之前还是有很多人看好无膜电池的，可是现在呢，连您所在的大学都停止这个项目了。也就是说，没有那么多人看好这个项目，项目没什么前途。我能出1000万已经是最大诚意了。既然没有前途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？我钦佩您这个人呀。喂，你要真钦佩我这个人，你应该出5个亿。哎呦，高老师，这钱要是我自己的呀，我出5个亿一定是毫无问题。可这是股东的钱，我不能乱花呀。高教授，我知道您为了这个项目已经搭进去所有的积蓄了。您现在要给实验室搬家，不也是因为付不出房租了吗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啊？您就忍心让自己付出这么多心血的项目，就前功尽弃了？高教授，只要您签了字，1000万立刻到账，您马上可以继续研发。刘洋，松哥。高教授，我这可是雪中送炭啊！王总，你从来不是雪中送炭的主，趁火打劫才是你的本行。思雨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别人可能对你有误会，让我对你有误会，太难了。理解。因为我跟一鸣的事儿，你心里不痛快。我跟陈一鸣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跟陈一鸣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啊，因为绿宝的事儿，你对我也有意见是吧？思雨，是这样的，人呢，都有各种不同的身份。你就比方说我吧，我是你的朋友，但是我也是绿宝的董事长和总经理，我得对股东负责。打住打住，别又当又立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我呀，也会做同样的选择的。我不会。哎呦，怎么还没走呢？思雨，我给你上一课吧。雪中送炭和趁火打劫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只是角度不同。那我今天就教教你，什么叫雪中送炭。高老师，哎，
我把我所有的积蓄全部捐赠给您的实验室，并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。你这是在跟我赌气呢？对啊，我就是要压压你的风头，你这爱冲动的毛病还没改。这辈子都改不掉了。思雨，我以最大的善意告诉你啊，你想跟我比，差得太远了。就你这点钱，还不够人零花呢。你还投资，你还压我风头，你留着救命吧。冲动那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不怕。你说完了吗？高教授，看来今天时机不太好，改天吧，等闲杂人等不在，咱们再好好聊。告辞。不错。哼。不是你谁呀？我叫李思雨，哦，是刘洋的朋友。啊，你好。我以前听过您的课。哦，是吧？那个，好，你真的是要把这钱捐给我们实验室？话已经说出口了，银行卡也摸出来了，那收得回去啊？谢谢，太好了，太感谢，太感谢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哦，这多少钱5万多。哦，谢谢。连电费都不够。那您需要多少？500万。高老师，那你刚刚为什么不答应王子如呢？他花1000万要买我60%的股份，这就在侮辱我的研究，也侮辱我的智商。您说的500万是个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已经找到了突破口，只要有500万，我在1年之内，我的无膜电池就能成功。高老师，这笔钱您先拿去交电费，剩下的500万我帮您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说说你的条件吧。高老师，您知道您的实验室为什么走投无路吗？你们不缺科学家，但缺我这样的既懂电池又懂商业运作的运营人才。从今天起，我不要工资，正式加入你们的团队，专门为您筹款，为您的实验保驾护航。但是整个行业都不看好我们。王子如已经第2次来找高老师谈收购了，这个女人没有闻到血腥味儿，绝不会出手。他价格开得这么低，就证明他知道风险很大。高老师不是说已经找到突破口了吗？在过去的10年当中，我曾经127次找到过突破口，可后来发现，这些突破口全是死胡同。而且这一次，也很有可能是这个结果。那又怎么样？你筹来的500万，有可能血本无归。不就血本无归吗？我又不是没经历过，不怕。我一会儿打给你啊。芝芝，人力资源部通知你了。袁姐，我是不是真的很差？芝芝，你能力非常强，而且从来没有拖过销售部的后腿。我入行10多年，
带了那么多徒弟，你的悟性和能力绝对排名前3。那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被裁，唯独我？据说这是董事会直接下的指示。董事会？王总。一鸣，哎，我没迟到吧？没有，时间刚刚。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王总已经到了，做好准备。王总，你今天一共要领2个奖，一个是年度10大动力电池企业，还有一个就是年度客户信赖产品。领完奖之后呢，有一个记者发布会，然后我请了差不多30家媒体记者到场。这么多啊！你要是想让我提高绿宝的估值，就必须要这么做。好，来，把笔给王总，拍照。我看一下照片。好，可以了，把笔拿走。早知道让方总来了。方总参加另外一个论坛也很重要，说一下嘉宾已经候场。领奖嘉宾已候场。哎，一鸣，来，我有事儿想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我今天去拜访了高正道。高正道，哦，就是那个离经叛道著名的电池专家。是，你猜我碰见谁了？刘洋。他是高老师的学生。哦，他们是这层关系啊？对啊，怎么你想找高老师合作呀？对，本来是想高价买下他的实验室的，但是被粗暴地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李思雨。他回来了。思雨对我成见很深啊。因为我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再去找找刘洋，让他再做高老师的思想工作。好啊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为甲方分忧是我们乙方应该做的事情。请领奖嘉宾准备入场。行，准备一下。哎，一鸣，忽然间有点紧张。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，紧张的时候就想些开心的事儿，就可以化解这种情绪了。真的？那让我想想，有什么开心的事呢？最近？我爱你。开心吗？很开心。走吧。开门。加油！有请获奖嘉宾王子如女士。你说，就因为我是，就因为我是思雨姐的表妹就开除我？这理由这不算什么。我之前待过一个公司，就因为员工跟着老板的属相是犯冲的，直接就给裁了。可是我这工作上刚有点起色，我这又要从头再来。也可能是好事儿。好事儿？公司通知我，想把我派去欧洲工作5年。5年啊？那什么时候走啊？快的话，下个月。那也没几天了吧？是啊。
芝芝啊，我想带你、苏珊，还有雨薇，我们一起去。我跟雨薇。对啊，外派是可以带家属，而且公司每个月还会贴补一些生活费给家属。我们4个在欧洲会生活得很幸福。这我知道，对你来说可能是挺难的。我刚知道这消息时候吧，我也挺为难的。我知道你很喜欢你现在的工作，我这边也不是很确定，你会不会为了我而放弃这工作？那你看现在正好不是出了这个事情，那或许是天意呢。天意。老天想成全我们2个在一起呗。没事的，别多想啊。丑小鸭从灌木丛里走出来，举起翅膀，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翅膀充满了力量。它飞到湖中央，低头看到自己的倒影，惊奇地发现自己不再是那只难看的鸭子了，而是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。丑小鸭变天鹅啦！好啦，今天我们读到这儿吧。明天继续。睡觉吧。雨薇啊，妈妈想问你，如果去国外读书，愿不愿意啊？是和苏珊一起吗？我愿意。妈妈知道了，睡觉吧。来。你让我投资高正道的无墨电池研发，除非我脑子进水了。也就500万，您老拔一根毫毛就出来了。你还欠我300万没还呢，所以我才这么拼命的到处拉投资啊。李思雨，这要是你个人的事情吧，我可以考虑投资。高正道，绝不投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我可是有膜电池的领军人物，我从来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无膜电池。第二，高正道，就他，我和他势不两立。管仲和鲍叔牙还各为其主呢，后来却联手成就了齐国大业。他研究那玩意儿，连自己都成就不了，还成就大业。现在已经见到曙光了。每次曙光之后，等待他的就是失败。潘总，您先看看。不去，他那个破实验室，10几年前我都去过了，脏乱差又落后。我好心说了几句吧，
还把我臭骂一顿。没准儿现在有改观呢。高正道，改不了了。哎呀，潘总，你就先去看看，全能帮我把把关。我去。反正您闲着也是闲着，去走动走动，说不定对您的复仇大计有帮助呢。高教授，10多年了，我看你没什么进步嘛。我就是再没有进步，也一直领先你。哎呦，你把原型电池设计出来了？我是谁呀？哦，这些年你还是有进步的嘛？啊？哼，你总算是识货一回。嗯。这样，我可以先投3000万，在原型电池基础上，我们再试一试固体玻璃电池。等，你说的是有膜电池？当然了，这样才能解决绿宝3一直无法突破的能量密度瓶颈。我花了这么多年研究的成果，竟然是解决你那些低端玩意儿的低端问题。只要能改变人类生活品质，没有高端低端之分，懂吗？你懂个屁呀！两位大神，刚才聊得挺好的，怎么就吵起来了？走吧，咱俩不在一个层面上。来，请。我要提醒你，无膜电池没有未来。你呀，再研究10年、20年还那样。高正道，回头是岸，鼠目寸光。有话好好说，咱都别动真气。高正道，只要你愿意改变方向，我立刻投钱。刘洋，放狗！你呀，茅坑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比你铜钱味香。潘总，您别走，让他走。我们可以再聊一下。我不跟这样的人合作。哎，我宁可被王子如那样的人敲诈，我也不跟这样自以为是的人合作。潘总，我们还有方案，我们可以再聊一聊。赶紧走，不要让我看见。什么东西？高老师，怎么了？3000万没了。不怕，等电池发明出来了，找我们投资的人从这儿排到东方明珠。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没钱，无膜电池要胎死腹中。高老师，现在是我们求人，您这脾气能不能？我就是这个疯狗脾气。下次投资的事情我不管了，你来定吧。行吧。什么？500万？400万也行，300万也可以。当然，600万最好。思雨姐，我相信你，你看好的事情一定没有错。但是，我真的没有钱，我最多只能拿出来5万。不是你信不信他？我们都没钱呀。我不是说你们，我是说你们周围的人。
谢谢你们。芝芝，你这是什么？芝芝，你答应他啦？芝芝，如果你还在绿宝做销售，你会答应他的求婚，跟他去欧洲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对不起。思雨姐，千万别这么说。我被裁员，当然有我们俩的关系，但也说明我创造的价值还不够多啊。如果我能做到不可替代的话，那公司也不会轻易的开除我。不，芝芝，作为销售，你已经很优秀了。那我更要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做销售呢，也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些潜力。但你现在就要放弃这些？你怎么不想想芝芝得到的呢？一个踏实厚道的丈夫，安稳的生活，完整的家庭，这些都是千金不换的。我不想旧事重提。什么意思啊？思雨姐的意思是，在刘洋没有出事之前，我也有安稳的生活，完整的家庭。人跟人不一样，刘洋跟那个苏什么也不一样，你跟他也不一样，他天生就喜欢打打杀杀。可你别忘了，芝芝她说过，见客户之前他会脸红心跳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客户才是他的爱人，工作才是他的爱情。芝芝戒指都戴上了，这人自己选的。尊重干什么？人自己选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好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，别闹。好了，别闹，别闹，跟你说呢，别闹。500万。我本来也不想跟你开口的，但是她是我唯一的姐姐。项目企划书有带着吗？让我看看。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优势在哪？这个项目很有前景的，你也知道新能源嘛。这个项目再有前景，但是这行业中所有的公司未必都好。我姐姐之前在绿宝集团干了10年的销售，她有销售的资源和渠道。你再次混淆了概念。好销售和研发是2回事儿。再说，销售再好，未必就等于是好的 CEO。我要不叫她过来给你看？我看没这个必要了。根据你刚才的描述，你姐姐应该是个高风险偏好者吧？她一定会对一件事儿孤注一掷，我没说错吧？你们创业的人不都是这样吗？错，创业最重要的品质是求生欲，也就是能活下去。那你不投资，你把他当家人，从亲情的角度出发，帮他一把，把这个钱借给他，行不行？我们现在没有法定的婚姻关系，所以我无法从亲情的角度去帮他。那如果是我找你借呢？我给你的婚前协议书里，第1章 Part 2第7条，在婚前我对你没有金钱上的义务。第5章 Part 3其中有一条，在婚后，根据婚姻维持的时间长度和生养子女的数目，你可以获得一笔相应的现金款项，而这笔款项，你才可以自由支配。你的意思是不借？所以我们需要在婚前签订协议，
这样呢才能知道彼此的权利和义务，这样才会比较清晰跟明确，杜绝以后跟现在产生不必要的纠纷。明白了。可以点赞了吗？苏珊，爸爸，我要吃冰淇淋，我要吃冰淇淋。啊 ，OK。冰淇淋。吃芒果的。嗯。哦。哎。上次我发微信跟你说那事儿，考虑怎么样啊？什么事儿？就是我表姐那个事儿。哦，你表姐那个项目是吧？啊。这如果是你需要帮忙的话呢，我肯定是毫不犹豫。但是你让我把钱借给你表姐呢，我觉得不妥。为什么？这个项目呢，它风险太大了。你说万一失败的话吧，首先会影响到你们两个姐妹的情分，再者呢，咱们两个关系也会失衡。但是我表姐起了心想做这事儿，我想帮帮她。那你就让她早点收手吧。你看啊，就以她这资质，是不是去个大公司当一个高管，这不绰绰有余吗？干嘛那么辛苦呢？但是她刚从大公司出来，不想再回去了。那咱们退一万步说啊，就算她是创业成功了，那作为一个女人，你觉得幸福吗？也没有那么绝对吧。我说的是大概率。你想想，现在事业有成的女人，其中一部分的婚姻生活，它不是很完美的。所以啊，找个踏实的地方工作，找个合适的男人一嫁，这是正解吗？那你觉得女人最终都要回归家庭是吗？也不能一概而论。那你说说看啊。你说这家里边锅都揭不开了，咱还谈回归，这也不现实啊。那要是家庭收入高呢？家庭收入高，那我倒觉得一个人可以专职照顾家的话，不挺好吗？各司其职啊。来，苏珊。呀！哎，我们出来好不好？好。来，1、2、3。冰淇淋好喽！冰淇淋好啦！来，齐高高。哦，我们的冰淇淋来喽！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不客气。跟姐姐再见。姐姐再见。拜拜。走喽。爸爸，你吃。哦，爸爸吃一口啊。谢谢宝贝。你看他们那个泡泡，快看，看他们那泡泡，看见了吗？哎，来，1、2、3，对。爸爸问你个事儿啊。好啊。最近有没有什么叔叔来找妈妈呀？没有。没有啊？那你喜不喜欢跟爸爸出来玩？喜欢。那你喜不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出来玩啊？也喜欢。那你自己要学会提要求，知道吗？以后跟妈妈出来的时候，把爸爸也叫上。好啊，那我们下次跟苏珊和苏珊的爸爸一起玩的时候，爸爸也来。苏珊的爸爸是谁啊？就是苏珊爸爸呀。那苏珊的妈妈呢？没见过。不过有一次，苏珊跟我说，她爸爸问她愿不愿意让我妈妈做她的妈妈。苏珊说愿意。哎，那这么说，苏珊跟她爸爸经常跟你和妈妈在一起玩，是吧？苏珊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每个星期都要一起玩，还要一起去欧洲读小学。
谁说的呀？要去读小学？苏珊说的。苏珊爸爸说要带我和妈妈去欧洲。那说没说什么时候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快了。爸爸，你再吃一口。婚前协议看完了吧？还没有。不应该啊！普通人的阅读速度在每分钟200到400个字，善于阅读的人在600个字。就算你是最慢的阅读速度，每天阅读30分钟，10天也应该看完了。所以呢？你是不是有阅读障碍？我没有阅读障碍，我就是看东西慢。我从小看东西就慢。再说我还得边看边想呢。好，我再给你30天时间，30天之后，我们进入下个程序。行。我希望今年之内，我们能启动婚礼流程。如果在婚前协议上耽误太多时间的话，贺母，你爱我吗？你笑什么？我始终无法理解，女性对于有既定答案的事情，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对方的口中听到才能确定呢？没听到。这或许就是男女之间巨大的思维差异，也因为这思维差异，才让人类始终保有对婚姻好奇的态度。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家休息了。你还好吗？听我说说最近的消息，一朝一夕，有的甜蜜，有的无力，还有一些无从说起。这么久已经学会了放弃，放弃执念，放弃眼前，放弃贪欲，却从未想过放弃你。亲爱的自己，听听内心声音，孤单的世界里，小心翼翼，痛了才学会珍惜。亲爱的自己，用尽全部力气，怀念从前日子里简单的你，把困难化作勇气，人潮拥挤不退避。成长难免伴随挫折围绕，跨越困难的最好的办法是微笑。面对的所有惩罚，害怕吗？全都收下吧，那些坏心真破假，曾过不去的伤痕也不过是条伤疤。我们如此细小又如此坚毅，偶尔计较又偶尔坚定。成长若有迹可循，原来是留下的踪迹。曾经一直追逐的背影，终于回头把我抱紧，还是那熟悉的你。天空终于放了晴，
清醒，寻找当初的自己，横冲直撞不逃避，横冲直撞不逃避，听听内心的声音，天空终于放了晴。